这是刚刚发布的1+15，我将会从屏幕、性能、影像这3个维度来快速的聊聊这台手机。第一部分，我们先聊聊它的屏幕。那正面呢是一块 1.5K 分辨率、165赫兹的屏幕，这也是目前在屏幕刷新率上最高的手机屏幕。目前市面上我们常见到的165赫兹的屏幕往往都是1080p 的分辨率如果你想上高分辨率加高刷新率，那需要驱动和传输数据量成倍数增长。而对于手机这样的这种移动设备呢，其实过高的功耗肯定是目前在量产方面很难实现的。1.5K 呢也是当下市面上能够看到的高刷新率的量产屏幕的最高规格。而在护眼表现方面呢，支持了最低1尼特的亮度，而且呢也支持了全亮度的类 DC 加 PWM 调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日常体验中主要是以120赫兹为主，同时支持了自适应刷新率。而当你开启对应的游戏并开启高帧率的时候屏幕就会开启165赫兹。配合这一块165赫兹的屏幕呢，加上1+15的性能方面呢，搭载是第5代骁龙8至尊版的处理器。在系统中呢，1+15有风驰游戏内核，那针对165赫兹的屏幕，1+15呢对游戏的165帧带来了体验，像英雄联盟手游、和平精英这些游戏都有支持。实测呢，游戏都能上超高帧率的模式。那怎么说呢？这种主观的体验呢，还是得亲自的感受一下才行。而且在游戏的这个触控这里呢，1+15还有3200赫兹的瞬时触控采用率和330赫兹的无指、290赫兹的食指触控采用率。那这个呢，更提升的是这个 FPS 类的这个游戏在触控相应时的这个速度。也许就差这0.几秒的时间，你就能赢。那它的性能表现怎么样呢？先来看看测试。首先依据王者荣耀的帧率图，而到30分钟原神的游戏呢，我们直接测试了120帧。这是30分钟的游戏的帧率图整体来看非常稳。而30分钟后的游戏的机身温度大家可以看图来参考。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120帧后的游戏温度图。那我们聊到这里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一加会考虑上165赫兹呢？就像我们之前为什么有90赫兹或者120赫兹的手机高刷呢？这正是因为手机本身已经在性能和功耗的维度都得以均衡的前提下带来的这种视觉和操控上的这方面的这种提升。我相信我们当时从60赫兹来到90赫兹的时候，那种提升的感受是巨大的。1+15的165赫兹其实也是在当下性能过剩的基础上，在游戏和操控体验上带来的提升。那这里呢，其实可以参考我们在电脑端的游戏体验。那你们呢，可以回看10年前和10年后我们在屏幕上面的进步其实就和现在的手机是一样的。那最后呢，我们聊聊影像。1+15这一次采用的是 OPPO 自家的 LUMO 凝光影像，而在硬件方面呢，采用的是3颗5000万像素的镜头，支持了3.5倍的潜望式长焦，同时呢，长焦也是支持了微距拍摄。那拍摄的体验呢，整体来说呢，还是延续了一贯的这种拍摄体验。而在人像拍摄场景下呢，支持了多种负片风格的滤镜以及朦胧效果的拍摄。测试了一下，打开大光圈模式和滤镜模式呢，成片虚化效果很真实，并且负片的风格还是挺好看的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测试完整的滤镜效果，而朦胧效果的这种古典柔焦还是挺有意思的，也很适合拍摄时候直出。那视频录制呢也是支持滤镜，但是只能拍摄1080p 30帧。1+15在外观设计上可以说是目前手感非常好的手机了。原色沙丘的这个配色边框是这种航天级的纳米陶金属这是一种复合材料，也就是在金属中嵌入了这个陶瓷晶体，它具有了这种金属的硬度和韧性，并且也有金属的这种散热性能，并且也具备了类似于这种陶瓷的温润手感。所以中框这种磨砂摸起来很温和，包括摄像头的这种单口这个位置也是这种和边框一样的质感。所以这一次也让1+15在质感和手感上有了很大的提升。而1+15搭载的是7300毫安时的电池，我做了5小时的续航测试，大家可以看图参考。同时还支持120瓦的快充以及50瓦的无线充电，支持 IP686969K 的防尘防水，还有超声波指纹解锁，而屏幕呢也是有雨水的触控。OK， 那以上就是关于1+15的一个体验了，希望能够关注这款产品的你有所帮助。我是大龙，我们在下期视频再见。